第36章，贝斯的秘密。那年春天，乔回到家，惊讶地发现贝斯变了很多。没有人提起这件事，似乎也没人特别注意到，因为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。天天见到他的人，往往察觉不到。但是，一段时间的分离，让乔的观察更加敏锐了。看到妹妹的脸庞，他的心猛地一沉。她的脸色并不比秋天时更苍白，只是略微消瘦了一些，但她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透明感，仿佛她尘世的躯壳变得更加纤薄。那不朽的灵魂之光得以穿透她娇嫩的肌肤，散发出一种动人心魄、难以言喻的美。乔察觉到了，也感受到了，但当时他什么也没说。后来，由于贝斯看起来很高兴，大家都说他好多了，最初的印象便渐渐淡忘了。而且，乔还有其他事情要操心，便把这份担忧抛在了脑后。然而，当老李离开，生活重归平静之后，那种莫名的忧虑又回来了，开始困扰着他。他已经忏悔了自己的过错，并得到了宽恕。当他拿出自己的积蓄，提议用这些钱和贝斯一起去山区时，妹妹满心感激，却恳求不要强迫他离家太远。大家商量后，觉得再次去海边对他会更好。由于奶奶不想和孩子们分开，大家便决定由乔陪同贝斯去一个宁静的地方，在那里他可以享受户外的新鲜空气，让凉爽的海风给苍白的脸颊带来一丝红润。他们没有选择时髦的度假地，虽然那里也有一些和善可亲的人，但姐妹俩更愿意避开社交，独自相处。贝斯过于羞怯，不乐意与陌生人共处，而乔则一心扑在妹妹身上，无暇顾及旁人。因此，他们彼此便是对方的整个世界。他们来来往往，对周围人好奇的目光浑然不觉。人们同情地注视着这对姐妹，一个强壮，一个孱弱，她们总是形影不离，仿佛预感到不久之后便要面临长久的分离。姐妹俩都感觉到了，尽管谁也没有说出口，因为在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之间，往往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最后屏障。乔觉得仿佛有一层薄纱隔在他的心和贝斯的心之间，但当他伸手想要揭开它时，又觉得那份沉默中有一种神圣的东西，让他宁愿等待贝斯自己开口。令他不解，同时也心怀感激的是，他的父母似乎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一切。在那宁静的几周里，阴影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。他没有对家人提及任何，因为他知道，当大家看到贝斯回家后病情毫无起色时，一切都会不言自明。他想知道，妹妹是否意识到了这个悲哀的真相。在那些漫长的时光里，当他躺在温暖的岩石上，头枕着乔的膝盖，健康的微风吹拂着，大海在脚下奏着乐曲。他的脑海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有一天，贝斯开口说话了。乔原以为妹妹睡着了，因为她一动不动。他放下书，忧郁地凝视着她，试图在贝斯的脸颊上找到一丝血色，好让自己重燃一丝希望。然而，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安慰自己的迹象。妹妹的脸庞更加消瘦，双手看起来虚弱无力，甚至连他们在沙滩上捡拾的那些粉红色小贝壳也快拿不住了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痛苦地意识到，贝斯正被无情的潮流带走，渐渐远去。他的双臂本能地收紧，仿佛要留住他珍贵的宝贝。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，视野一片朦胧。当他擦干泪水时，发现贝斯正温柔地注视着他，
那眼神使得他接下来所说的话都显得多余了。乔，亲爱的，我很高兴你发现了，我几次想告诉你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乔没有回答，只是紧紧抱住了妹妹，一滴眼泪也没有流，因为当他真正悲痛欲绝时，反而哭不出来。那一刻，乔才是更脆弱的一方，贝斯反而试图安慰他，拥抱着他，在他耳边低声说着鼓励的话语。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，亲爱的，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个想法，所以想到他或面对他，也就不那么艰难了。试着这样想，不要为我担心，因为这样更好。真的。贝斯，那这就是你秋天时那么忧伤的原因吗？你不会从那时起就感觉到了，并且把这个秘密埋藏了这么久，对不对？乔问道。他不愿相信或者承认这是更好的结果，但让他欣慰的是，老李并非贝斯痛苦的根源。是的，那时候我失去了希望，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我的胡思乱想，不应该让任何人担心。但是，当我看到你那么健康，那么坚强，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时，我却悲伤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像你一样了。那让我心里非常难受，乔。哦，贝斯，你竟然什么都没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帮助你，安慰你？你怎么能把我撇在一边，独自承受这一切呢？乔的语气带着温柔的责备，一想到贝斯独自一人苦苦挣扎，慢慢接受自己必须告别健康、爱情和生命，并强颜欢笑地背负起这个十字架，他的心就痛如刀架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错了，但我的初衷是好的。我不确定，既然没人提及，我就宁愿相信这只是我的胡思乱想。在妈妈那么为梅格担心，艾米又远在国外，而你和老李又那么幸福的时候，如果因为我而惊扰了你们，那也太自私了。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。我还以为你爱上他了呢，贝斯，所以我才离开，因为我不能。乔大声说道，庆幸自己终于能说出真相。贝斯困惑地看着他，尽管心中悲痛，乔还是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，温柔地补充道：“那么，你并没有爱上他，亲爱的？我原以为是的，还一直以为你这段时间都在为爱受苦呢。”哦，乔，他那么痴迷于你，我怎么会喜欢上他呢？贝斯天真烂漫地问道。我当然很喜欢他，他对我那么好，不可能不珍视他，但他对我来说，永远都像一位兄长。事实上，我倒很希望有一天他真能成为我的哥哥呢。那可不会是因为我，乔坚定地说，那就只剩下艾米了。我想他们会相处得不错的，但我现在没心情考虑那些事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你，贝斯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我多想好起来啊！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渴望。我努力了，但是一天天过去，我的力气一点点流失，我明白自己再也恢复不了了。这就像潮水一样，瞧，它来的时候很慢，却是不可阻挡的。那我们就必须阻止它。你的潮水现在不能涨起来，你还那么年轻，才19岁啊，贝斯，我不能让你走。我会努力，我会祈祷，我会和他抗争到底。我绝不会让你离开，一定有办法的。现在还不会太晚，上帝不会那么残忍，把你从我身边夺走的。乔反抗地喊道，因为他的心灵远不如贝斯那般虔诚。淳朴而真诚的人很少谈论自己的虔诚，他们不用言语表达，而是用行动来展现。这些行动比一篇布道
或一次说教更能影响他人。贝斯无法用道理或言语来解释信仰是如何赋予他勇气和耐心，让他能够放弃生命，并泰然地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就像一个信赖的孩子，他从不追问，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与自然。我们所有人的天父与慈母，坚信唯有他们才能教导并强健他的灵魂，去面对今生与来世。他没有用虔诚的说教来指责乔，反而因为乔热烈的爱而更加爱他，更加依恋那份上帝不愿我们放弃的人间之爱。上帝正是用这份爱来引领我们更亲近他。他无法说出我很高兴离开，因为他如此珍爱生命。他只能哭着说我会尽我所能，紧紧抱着乔，任凭那第一波苦涩而深沉的悲伤将他们淹没。过了一会儿，贝斯恢复了一点平静。他说：“我们回家后，你会告诉大家吗？”我想他们不需要我说什么就会明白。乔叹了口气回答道：“因为贝斯好像一天比一天糟糕。”也许不会。我听说最爱我们的人往往看不到这类事情。如果他们不想看到，你会为我告诉他们吗？我不想再有秘密了。最好让他们做好准备。梅格有约翰和孩子们来安慰他，但是你必须留在爸爸和妈妈身边。你会吗，乔？我会尽力而为，贝斯，但我还是不甘心。我要假装这只是你的胡思乱想，我不会让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差的。乔努力让自己显得精神振作地说。贝斯沉思了几分钟，然后异常平静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感受，除了你，我亲爱的乔，我不敢对任何人尝试诉说。事实上，我总觉得自己活不长久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从未为将来做过什么打算。我从未想过要像你们那样结婚。说实话，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小贝斯，在家里干活，再没有别的用处。我从未想过要远走高飞，所以现在要离开你们才觉得这么艰难。我不害怕，但我预感，即使在天堂，我也会想念你们的。”乔说不出话来，好几分钟里，只听见风声呼啸和潮水拍岸的声音。一只白翼海鸥从他们附近飞过，银色的胸脯上闪耀着一抹阳光。贝斯凝望着它，直到它消失在天际，眼中噙满了忧伤的泪水。一只灰色的小沙鸟在沙滩上蹦蹦跳跳，轻声啾鸣，仿佛在自言自语，享受着阳光和大海。它非常靠近贝斯，深情地望着他，然后飞到一块岩石上，在阳光下晾晒湿漉漉的翅膀。贝斯微笑了，感觉好多了，因为那只小鸟仿佛在向他表示友谊，并提醒他，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值得享受的温馨家园。多可爱的小鸟啊！它真温顺。瞧，比起海鸥，我更喜欢这些小沙鸟。它们不那么美丽，也不那么狂野，但它们看起来很快乐，懂得享受平凡的乐趣。去年夏天，我常说它们是我的小鸟。妈妈说它们很像我，因为它们总是蹦蹦跳跳，喜欢待在岸边，而且总是快活地唱歌。你是海鸥，乔，强壮而狂野，热爱风暴，能够飞向大海深处，独自快乐地生活。梅格是斑鸠，艾米则像他在信中描写的云雀，总是试图飞越云层，但最终还是会回到巢穴。亲爱的孩子，他很有抱负，但他心地善良，性情甜美。无论他飞得多高，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。我希望能再见到他，但他离得太远了。他春天就会回来的，我相信到那时你一定会好起来，可以和他一起玩了。我会让你康复起来，
脸色也会好看起来的。乔肯定地说。在他妹妹身上发生的所有变化中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话方式的改变。他似乎不再难以表露自己的情感，并且能像以前那个害羞的贝斯从未做到过的那样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乔，求你了，别再抱有希望了。我不会好起来的，我很肯定。与其我们都沉浸在悲伤中，不如趁着还有时间，努力开心地度过，好吗？我们可以很快乐，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痛苦。如果你能帮我一点，我相信潮水会平静地涨起来的。乔弯下腰，亲吻了他妹妹平静的脸庞。从那个无言的吻开始，他全心全意地照顾贝斯。贝斯是对的。当他们回到家时，什么也不用说了。他的父母立刻就明白了，尽管他们曾祈祷上帝能让他们免于看到这一幕。贝斯因短暂的旅行而精疲力尽，他上床睡了，嘴里说着回到家真高兴。当乔下楼时，他明白自己不必再经受倾诉贝斯秘密的痛苦了。他的父亲靠在壁炉旁，听到他进来时甚至没有回头，而他的母亲则伸出双臂，像是在寻求帮助。乔跑过去安慰他，无需一言半语。